今年2019年，各大影像厂商，无论是相机还是手机，无论是小米、华为还是 iPhone， 都使出了浑身解数，把所有资源投入到视频拍摄上。1-2年前，可能你听到的还是相机的像素是多少万，人像拍照效果如何。那今年你看到的都是视频，还有视频。那作为运动相机的 GoPro 呢，今年推出了 Hero 8，依然是 4K 60帧，采用了和6代、7代一样的 GP1 芯片。过去可以拆卸的镜片变得一体化，所以也不能更换了。不过 GoPro 升级增加了媒体配件套装，包括一个麦克风、LED 灯、一个弹出式外部屏幕。媒体组件这一点是极其创新、极其实用，价格也极其蛋疼。媒体外框售价79欧元，显示屏79欧元，灯光选配组件49欧元，这一下子就是1500块钱。但这一代的改动可以说明 GoPro 从传统意义上的运动相机逐步转变为成为大众生活记录工具的 Vlog 运动相机。而我选择了和 Hero 8一同发售的另一款产品 GoPro Max， 可以用于360度全景拍摄， Hero 模式下的1440和1080p 拍摄，以及利用一个显示屏和双镜头完成 Vlog 拍摄。最值得一提的是 GoPro Max 的视频防抖功能。有时候画面的质量不仅仅是像素大小，而是图像的稳定性。当你把 Hyper Smooth 以及水平校准功能开启时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防抖效果。在鱼眼镜头里进行裁切防抖，与其说是防抖效果更好了，不如说是视频画面缺少了抖动。在 Hero 模式下， GoPro Max 有4个焦段可以随时切换，分别是窄视角、线性视角、宽视角和 Max Super View 视角。你现在看到的就是 GoPro Max 独有的 Super View 最宽的视角，这在 GoPro 以往的产品中是没有的，分别在1440和1080情况下的视频输出。注意的是1440的图像比例是4:3，如果你想得到16:9的图像比例的话，只能输出1080。现在你看到的是 GoPro Hero 相机系列最常使用的视野模式宽视野。同样 Go Max 可以在1440 60帧以及1080 60帧的情况下进行拍摄，但是如果你想使用16:9这种通用的画面比例的话，只能使用1080 60帧。1080 16:9的画面是在1440 4:3的画面进行裁切之后得到的。现在画面中是 GoPro Max 的 Hero 模式下的线性视野模式，在广角中裁切了相当于19毫米焦段的图像，而由于裁切的影响，可以看到图像的画质有了显著的下降。想想一开始你是不是还感叹 GoPro 黑科技，真香。夸奖的连我都有点不好意思。但从这里也就看到了全景相机的短板，虽然可以利用广角裁切获得绝佳的视频稳定性，但是也不同程度的损失了画质。我觉得呢，性价比不高。孰优孰劣，看你是需要高帧率、高画质的极限运动场景下的拍摄，如同 Hero 8大疆 Action 那样，还是要360度视角和平时日常记录生活的1080p可用的 Hero 视频。而我选择了 GoPro Max， 它在 Max Super View 以及宽视角和线性视角下分别可以提供13毫米、16毫米和19毫米等效焦距的视频。至于窄视野，我觉得效果真的是差强人意。要什么自行车啊？要啥自行车？不过值得庆幸的一点是，这个27毫米焦段的视频可以用你口袋中的手机作为替代，所以在日常光照充足的情况下拍摄的视频质量是可以有保障的。很难相信2012年发布的 GoPro Hero 3已经具备拍摄12帧 4K 视频的画质和 720p 下120帧的深刻慢动作了。GoPro Max 带给我的是360度拍摄角度和6个指向型麦克风带来的更好的声音，而由于广角带来的绝对的画面的稳定，使得在使用 Time Warp 也就是移动延迟摄影的时候，画面的抖动也少了很多，可玩性多了不少。GoPro 单论画质无论怎样都是要被单反、微单甚至是手机吊打的。
它的场景是拍摄你平时无法进行拍摄的地方。这个视频就是我们第一次潜水用 GoPro 拍摄，画质说得过去，但是由于画面晃动太过分，导致实在剪辑无力回天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冲浪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漂流。生活中许多镜头你压根儿不会在意画质，而在意的是是否被如实的记录下来，是否被照相机记录下来，是否被录像机记录下来，是否被回忆记录下来，难道不是吗？好的，这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记得评论、点赞、转发。我是英国大饼，我们下期再见。